好，我们持续要关心解放军现在斩首的画面上了，从央视来做播出。另外也会关心，包括解放军无人机闯东沙，还有千艘的渔船列阵。中国大陆是已经把准战争剧本摊在第一岛链，甚至台湾的眼前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我们赶快来关心，在川普总统他成功突袭了委内瑞拉之后，北京方面难道现在是立刻的接球吗？因为呢，我们来看到是中国大陆的官媒央视突然间在此刻发布了一个影片，这个影片是特战队员演练他们在夜间的一个斩首行动，夜间做渗透、近距离歼敌，执行了一个斩首的画面，现在被视为是对台湾正式发动一个武吓的讯号吗？好，这个呢是一个影片，但是有实际的动作是什么呢？国防部1月17号表示，发现了中国大陆解放军一架的歼侦无人机进入到了东沙群岛的领空，这个高度呢，其实是在我防空武器这个射程之外的，在我方是以国际频道广播之下才将他们给驱离哦。那么我们看到海巡署以及陆战队此刻正好又在东沙岛这边进行今年的第1季的这个实弹射击演训，所以被视为说这个无人机的动作其实是非常的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先是央视发布了斩首行动的影片，接着又派出无人机去入侵东沙，北京这一次释放什么样子的一个武吓讯号？大使怎么看？我想大陆现在就是说这些不管是军演啊，还有关他这些军事行动的这些资讯的发布啊，还有就是新的武器，像无人机进入到我们这个东沙附近的这个水域啊，来进行侦查。你看它的频密度跟它的这些这种真实性、实战性都越来越怎么讲？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怎么讲呢？认真。那你就要反过来看，就是大陆为什么会有这些动作？就是说他们可能认知的台海情况是越来越有可能失控，越来越有可能会复杂化。因为不只是就是说我们台湾内部的这个政治目前的政治发展跟走向啊，那事实上大陆不但就是说跟我们政治上互不隶属，而且它被界定为是境外的敌对势力。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些论述的话，基本上就是完全跟中国大陆是在历史、在社会、在这个政治上、在国际关系上是没有关系的，而且是怎么样？是对立的。那所以这个情况再加上美国事实上对台湾的军售，也在加强。日本那更不要讲，高市早苗就说了，台海有事就是日本要动武的时候了。那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当然你要换在大陆角度上来，这个情势在往恶化的方向走，所以它各种的准备跟它的威慑的这些作为都会增强。而且我认为，如果说两岸关系如果要照目前这个路径再走下去的话，那可能中国大陆会有更多的动作。那我认为这些演训基本上都是他实战的一部分，他需要在实际的操练。那我也认为，就很可能将来由演转战的几率也越来越高。是，所以两岸关系现在是在快速的恶化当中所以呢，如果照这个情势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那我想对我们台湾是比较不利的。好，这个是中国大陆解放军从空中部分做的，对于台湾做了一个警告。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从海上也有其他的警告。我们来看到是《纽约时报》特别做了一个报道，说大陆的渔船在去年圣诞节，还有包括在今年的1月11号2度在台湾周边的这个东海进行大规模的阵列式的聚集，迫使部分的国际邮轮因此被迫绕道。我们先来看到2次的聚集，第一次是在去年的12月底，第二次是在今年的1月嘛。12月底，我们先来看到大陆是出动了它的2000艘中国渔船，排成了2条平行长列，长度467公里，呈现 L 型的一个阵列。第二次是在今年的1月出动了，也是非常多，1400艘渔船，也有一个矩形的阵型，绵延超过320公里。纽约时报做分析，他说这个渔船的密度还是非常的高的，所以他是认为是可以阻断航线、干扰雷达，在实战之下，甚至可以作为飞弹、鱼雷的一个诱饵。干哥怎么看？
好，我必须要先讲一下哈，国防部1月17号说，中共一架无侦8啦，我坦白讲，进入东沙岛领空。你看他的解释哈，我现在先不管我们的对手是谁，高度位于我防空武器射程外，在我方以国际频道广播，你对一架无人机广播，你讲给谁听啊？上面有人吗？你不要再重演像上次在东引上空，我们的守军是用石头去丢无人机这种事情了。什么叫做防空武器射程之外？台湾有全世界最好的防空飞弹，爱国者3型、天弓1型、2型、3型，我们还有短程的复仇者。请问一下，请问一架无人机为什么在你的防空武器射程之外？当然我们知道，可能离岛没有部署这么好的系统。但是离岛也有点防御系统，对不对？有3、5快炮，怎么会打不到无人机呢？我看到这种声明，国防部这种声明，你是想要不战而屈服吗？怎么能够发出这样的声明？我实在是非常的，好，算了，讲到这个问题，我会情绪会上来，就代表说你完全没有抵抗的意志。再来，你讲说中国渔船，我告诉各位，在我当兵的时候，40年前，当平潭附近的渔船一聚集的时候，整个岛都慌了，因为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我可以告诉各位，那时候40艘渔船，现在是几十倍，2000艘渔船。大家认为这2000艘渔船能够在24小时之内动员？它部署在台湾海峡中心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连美国航空母舰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为什么？因为你不能打，然后他们可以掩护什么？它可以掩护真正的登陆部队。为什么解放军一直在训练这样的事情？就是告诉你，万一现在真的有事打起来的时候，我的民用船只多达2、3千艘，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海上的长城。我再练一次给你看，看我这次做得到做不到。结果马上就做到了。这些渔船放下渔具不捕鱼，为什么？只因为一声令下。中国可以做到这个地步，我想请问你，美国人你做得到吗？而且这是实际上的威胁，而且这可以干嘛？这可以阻止什么？阻止无人机以及水下无人载具的进攻。为什么？我们是民船呢？你要是误伤民船的话，你的国际责任你就吃不完兜着走。所以大陆在很多地方，像那个斩首的训练。还用到十字弓，他想说怎么连十字弓都拿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十字弓在近距离斩首是最有效的武器，那是现代科技十字弓，不是楚汉相争那种十字弓。大家要晓得，中国在很多方方面面都让你觉得你很惊讶，因为它不断在演练。等到有一天成为事实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他对各方面的训练都已经扎实到这种地步，这才是整个美国和我们都应该要特别小心谨慎注意的地方。好，刚刚看到画面，在刚刚讲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画面显示1000艘渔船的一个列阵，非常的震撼哦。那对于台湾的冲击，我们持续请上志哥来带我们看。这个其实很震惊哦，因为全世界目前看起来盘点起来，虽然菲律宾也有会用一些渔船，但到这样子的规模，真的只有中国做到。这里有背后是何等难以想象的指挥系统。要怎么指挥2000艘啊？大家知道海军、海警没有错，这边也有，可是这没有那么多军舰，2000艘没有吧？但你要最后要到海，所谓这种渔船，所以这就是在全世界的海军战术上当中，其实都有知道有这样的东西可用，因为它就是一个灰色地带的，它可以屏障，就用刚刚干哥讲的，它是一个灰色地带，然后你让你感觉存在感，然后你再大的航空母舰，再大的部分到那个地方，你被2000艘围住或排站，你要怎么穿过去？郭姐来讲说，台湾海峡你怎么啊？你说中国大陆要打封锁，你怎么封锁？讲说你一个航空母舰，可是台湾海峡那么宽，从旁边过去，可是这样2000艘弄起来，各位你们看，它这组起来是几百公里，400多公里，这是什么概念？对，就已经把台湾海峡从福建到整个到台湾的全部排满满。
它是这样子的概念。所以这里头演练的当中有完全的实质就战术的威吓人家的美国、日本的航空母舰或者人家的大的这种军舰，也威吓到实质战术上。这个东西不要说是掩护作战，它的存在感就让你难以想象。而且你说真的，它就只有攻击吗？也许它也包括要撤一些人补给的，太灵活可用了，因为2000艘。而且我们都不知道，难道就现在2000艘已经是中国大陆还就所谓渔船的极致吗？以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大陆，可能单单福建、江苏地区就不止2000艘，你还有广东呢，你还有海南呢。如果真正要把所有的渔船实质为了两岸这场最关键的战争，而且在面对美日的这个部分的军力都要一起的时候，他所要导入的这个是难以想象，而且美国没有演练过，日本也没有弄过，就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对付。所以现在其实丢出的这些问题，其实我认为以中国大陆过去来讲，这些都是藏得很深，不会让你看到的。但是现在为什么包括把斩首行动让你看，包括这种不用枪声，把你就可能就这样没有枪声，安安静静的斩首。另外渔船大阵仗的，这因为主要这些东西都是超过美国他的这个主要对手能够理解的。而美国为了要因应这个东西，只要开始又要花好多的人跟力气在研讨要怎么破解，但是单单看到就真的能够破解吗？所以这里头，而且人家用的难道你以为是可以干扰？人家可能都北斗卫星。